我是一名自媒体创作者。前段时间城里接连爆出一起离奇的人头失踪案，查不到痕迹，找不到缘由。在长期整理资料之后，我把这种无法被归类的诡异存在取名为无洞人。为了查清真相，我加入了一所大学里的超自然研究社团。可当我真正踏入这个圈子，才猛然醒悟，一切都已经太晚。那个无洞人早就盯上了我，甚至整个研究社都已经落入了他的视线里。Hello， 各位好，我是游戏鬼 K。今天我们继续来玩关于司门氏的一些传闻。这次我们来玩它的第12个故事，关于中门氏的一些传闻。这个中门氏的话，在三养少女中是有提到过的。天气预报说台风即将登陆，所以我印象格外深刻。我来自中门市，是中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精神科医生。OK， 开始吧。关于中门氏的一些传闻。依旧是视觉背景图。当有人看到这份文档的时候，我恐怕已遭遇不测了吧。这并非我的本意，事情的发展彻底背离了我最初的设想。我能感觉到，即使是此刻，那个可怕的存在也正从某个黑暗的角落凝视着我。明明这个房间里除我以外没有其他人，可我却能感受到一股强烈的视线，似乎存在着某种未知的力量，迫使我违背自身的意志，一步步走向深渊。我有种强烈的预感，我留给我的时间恐怕不多了。接下来我会把自己近3个月来收集到的线索汇总在这份文档中。尽管其中的部分观点仅是我个人的推测，但想认必证，必仍有值得参考的部分。这场始于偶然的调查，如今已至终点。我不知道有谁会看到这份文档，有衷心希望你能安全地离开此地，并将其中的内容公之于众。我是一个没什么名气的自媒体从业者，平日在视频网站上发布案件解说类视频。虽说我做的内容不算小众，可在同类视频的激烈竞争中，也几乎失去了生存空间。在内容同质化的严重的情况下，观众们似乎更愿意去看诸如美女解说或其他更具特色的内容。发生什么事了？虽说如今美颜技术的发达，在互联网上本必为颜值过分焦虑，但和其他同类型的从业者比起来，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没有丝毫的竞争力。因此我必须在内容上更下功夫，才可能有一线生机。等等，你没有发现吗？这个人物他为什么上下是不一样的？那个头发是粉色的，然后他这个下半身是这个青色的，这我感觉是一个伏笔，大家可以注意一下。OK， 我们继续吧。事情要从3个月前说起，当时我在网上偶然看到一宗格外离奇的案件，由于案件还在调查中，尚未侦破，网上还自然没人做过讲解视频。因为案发地点恰巧就在我所住的城市，所以在收集线索上我有着独特的优势。出于个人兴趣，同时也渴望能制作出更高质量的视频，我开始着手调查这个案件。为了获取一些内部信息，我厚着脸皮系了在行侦队工作的大学同学，了解了部分侦查的内容。这起案件就是半年前发生在中门市 T 县的少女 A 碎尸案。等等，某日深夜 T 县郊外的一名少女外出后失踪，她的家人随即报警。2天后少女被找到时，她的身已被肢解得不成人形。这起案件最离奇的地方在于，虽然犯人当场被抓获，但少女的却始终下落不明。案发现场就在犯人家中，少女的身体被分成小块，装进了制作化肥用的透明塑料桶里。这个不就是向日葵的种植方法里面的内容吗？我靠，哪怕颈椎被切断，全身已经散架，她依然还在说话。我靠，这女孩头部好恐怖啊！青年的面部肌肉不停抽搐，五官扭曲变形，内心的恐惧化作狰狞的神情浮现在脸上。他一边咒骂我嘲笑我，一边用那种轻
烈的眼神看着我。我受不了他的眼神，那眼神让我想起了我上学时候，说出来有点丢人，但我确实被他那副样子吓得浑身发软。因为我太害怕，我就把他的头和其他部分一起丢进了桶里。可见犯人完全没有隐藏尸体的意图。然而令人费解的是，犯人为什么唯独要把头藏起来呢？经过长时间的审讯，犯人始终坚称少女的头部是突然消失的，他对此完全不知情。警方始终想不通犯人藏匿头部的动机，这件事也因此愈发诡异。犯人家附近的监控几乎覆盖了房屋四周的所有通道，警方仔细排查了所有监控记录，却毫无收获。自晚上11点，少女被犯人拖入家中后，监控就再未捕捉到她外出的影像。这2天里，犯人始终待在家中，不曾外出，也无任何人造访。换句话说，犯人理应没有机会将少女的头部运到外面。在犯人家后院的西面，有一堵高约 2.5 米的围墙。围墙的内侧是一块用于种植花草的土地，外侧紧挨着一栋6层楼高的老旧居民楼。居民楼是南北朝向，靠近犯人家的一侧没有开设任何窗户，因此楼内的住户多年来都未曾察觉到异样。犯人家的围墙和居民楼的外墙间距不到10公分，空间极为狭窄。犯人是一位成年男子，虽然体格算不上魁梧，但显然无法通过围墙与居民楼间的间隙。这个宽度，成年人自不必说，哪怕是小孩都难以，顶多能让小猫和小狗一类的动物通行。那么是否有可能踩在围墙上，扶着居民楼的外墙移动？理论上是有可能的，不过围墙的尽头有监控摄像头存在，监控死角范围极小，只要从围墙下来就必然会进入监控的拍摄范围。也有人推测，会不会是将头部装进袋子抛过围墙，再由围墙外的同伙回收。然而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有不可能完全避开监控的拍摄范围。侦查人员逐帧查看了这2天的所有监控，却连一个形迹可疑的人都没有发现。那么少女的头部究竟去了哪里？有人提出了一个看似更合理的想法，既然头部并非通过正常路线离开屋子，那就只可能是从监控拍不到的地方离开了。很奇怪，由于监控只能拍摄到常规路线，并未覆盖到房屋上方，会不会是无人机之类的工具从天上把头部运走的呢？经过简单的模拟实验，通过这种方式运送头部确实能绕过所有监控，可犯人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专门这种方法运走头部？调查就此陷入僵局，无论怎么推演都想不通犯人这么多的动机，实在匪夷所思。除了无人用无人机运送头部这个异想天开的猜想外，还有人提出了更诡异的可能：少女会不会是自己离开的呢？好恐怖当然，这个猜想并非毫无根据。侦查人员在犯人家后院发现了一条极为诡异的线索，才让这个猜想有了立足点。在西侧围墙违禁厅居民楼外墙上有一道怪异的划痕，这条痕迹从围墙一次路向上延伸至居民楼屋顶，看上去像是有什么东西被人沿着墙面一路向上拖动留下的。最直观的推测是，有人用绳索绑住了少女的头，站在屋顶向上拖拽。可稍加推敲就会发现，这个设想存在明显的矛盾。居民楼外侧刷着淡青色的亮，色泽明亮，泥土和成分不明的液体混在一起，在外墙上留下了一道格外醒目的浅棕色拖痕。可墙面上的拖痕为什么是连续的呢？地的重力是向下的，在地面上拖拽重物留下痕迹，这是重力的作用。而在垂直的墙面上，就若非极端特殊的条件，物理很难留下连续不断的拖痕。按
普通人体重估算，少女的头部重量在4公斤左右。不难想见，若站在屋顶，反复拉扯头绳索拽拖拉头，会阴道不禁在空中晃动。用这种方法转移头部，绝不可能在墙上留下如此均匀的拖痕。想要留下连续且均匀的拖痕，屋顶的绳索必须有稳定的支点，比如借助滑轮一类的装置，让头部紧贴墙面，再匀速缓慢以向上拉动绳索。这个方案理论上确实成立，可这个猜想和无人机的说法一样，依旧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没人能解释犯人为何要这么做。经过鉴定，居民楼外墙的拖痕含有塑料桶中化肥的相同成分，也就是说，少女很可能正是沿着这条拖痕离开案发现场的。因此有人提出了一个如同玩笑般的猜想，少女的头会不会是自己离开的呢？这个真的很有可能被砍下的。领导带自己离开了，你到底在开什么玩笑？在现场提出这个猜想的侦查人员被领导严厉训斥了一番，没人把这句玩笑当真，却也没人拿出证据反驳他的观点。因为随着后续其他线索逐渐浮出水面，众人已经找不到其他可能性。为了防止外来人员登上屋顶，居民楼顶层的入口长期处于封锁状态，直至封条上的日期证明屋顶已经有近5年无人涉足。由此可以断定，根本不存在有人站在屋顶拉绳子看。这看似荒诞的推论，如今却成了唯一符合逻辑的可能。在事实的面前，众人不得不开始接受一种荒诞至极的情景。少女被分尸后并未立刻死去，她的头颅甚至能像活物一般独立行动。趁犯人不注意时，她从装放花卉的大子里爬了出来，朝院子的方向逃。她沿着居民楼的外墙向上攀爬，同时在墙上留下了一道道长长的拖痕。地球上真的存在这样的生物吗？这个疑问显然成了侦破这起案件的关键。自然界中存在许多奇特的生物，它们各自拥有应对环境与天敌的生存手段。在不同的环境下，生物会进化出适配生存的身体构造以及各类奇妙的技能。以人类以外的其他动物为例，这什么蝾螈吗？蝾螈是一类外形与蜥蜴相似却属于两栖类的动物。典型的蝾螈身体细长，常有尾巴，通常具备4条长度相近的四肢。蝾螈拥有极强的再生能力，能够再生失去的4只尾巴、心脏、肝脏，甚至部分大脑与脊髓。除蝾螈外，部分爬行动物，章鱼以及少数鱼类同样具备再生能力。事实上，人们刚出生的婴儿，其指尖在早期也拥有一定的再生能力。拥有再生能力的类群大多是结构相对简单、演化层级比较低的无脊椎动物以及少数脊椎动物，而再生的能力较弱的类群则以结构复杂、演化层级较高的哺乳类动鸟类为主。人类的再生能力极为有限，无法再生完整的肢体或器官，仅能实现肝脏再生、皮肤愈合、骨骼愈合等。随着生物演化与个体的成长，大多数哺乳动物都舍弃了这种与生俱来的共的能力。为什么更高等的动物反而会失去这种神奇的能力？主流观点认为，生物的演化并非朝着更完美的方向，而是朝着更适应环境的方向。再生的能力丧失，或许是其他更重要的适应性特征进行权衡后的结果。再生一个完整的肢体或器官需要消耗巨大的量余性，对于寿命较长、代谢率高的哺乳动物而言，将能量投入快速细胞繁殖、大脑发育和维持恒温上，远比投入漫长且高风险的再生过程更具演化优势。随着生物体的结构变得愈发复杂，精准重建包含
精密神经、血管、肌肉和骨骼的身体结构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任务。快速愈合伤口并形成疤痕，虽不完美，却能更快恢复生存能力，这是一种更具性价比的生存策略。那么少女 A 会不会是保留了再生能力的特殊个体呢？龙源是地球上一只再生能力最强的动物。不妨试着思考，将一只龙源的头部与身体完全分离，它会以怎样的方式再生？答案是会被切去头部的身体，可能再生完整的头部。这是龙源再生能力最惊人、最令人惊叹的体现之一。如果在脑部后方的颈部区域切断，龙源的身体部分有概率存活下来。这取决于龙源的心脏、主要器官和一部分脊髓是否完整。头部被切断后，颈部伤口处的细胞会发生分化，形成名为牙基的单细胞团。牙基是由未分化细胞组成的细胞集群，在再生过程中承担形态、结构、功能。牙基就像一台生物打印机，会精准地重建缺失的脊髓、脊柱、肌肉、血管，乃至一个完整的心壳。这个过程就像砍掉一棵树的树冠，它还能从树干重新长出新的树冠。即使头部本身受到损伤，龙源也能进行令人难以置信的修复。曾有科学家做过实验，切除了龙源大脑的特定部分，头部伤口处的细胞同样形成牙基，并准确地再生出缺失的脑组织。再生的脑组织不仅结构完整，还能重新身体建立正确的神经连接，恢复正常的生理。可以修复头部严重的大脑损伤，这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也就是说，如果切割位置保留了心脏和主要的循环系统，龙游的身体部分就有可再生出缺失的头部。但对龙源而言，单独的头部却无法再生出完整的个体。头部拥有大脑，可一旦与身体分离，便会失去氧气和能量供应。大脑虽是高级指挥中心，却不能替代心脏的泵血功能。与身体分离的头部会迅速死亡，无法进行任何再生。龙源的再生能力无疑是自然界的奇迹，但它依然遵循着基本的生物学规律，生命活动需要持续的能量供应。心脏正是这一能量供应系统的核心引擎，一旦失去引擎，任何复杂的修复工程都无法启动。如此说来，少女为何能独立启动呢？人类的心脏主要器官都集中在躯干部分。假设少女拥有与永远一样的再生超大再生能力，即便被分尸也没有彻底死亡。躯干部分若完整保留了心脏与整套循环系统，在再生能力的作用下，身体便会开始自我修复，最终恢复如初。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少女被分尸后，躯干未完全保留，而是被分割了数块。而躯干即便保留了完整的躯干，也依旧无法解释头部为何行动，因此合理的解释自然只剩下一种情况：少女的头部拥有一套完整的能量供应体系，这套系统与躯干中的器官互不干扰，是完全独立的。也正因如此，在被分身后，完整的头部才有可能作为独立个体活下来。可在这一前提下，又衍生出了两个疑问。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少女的躯干中会存在另一套完整的能量供应系统？第二个问题，少女的头部是如何凭借自身力量爬上6层楼高的居民楼外墙的？首先是第一个问题，法医从少女的尸块中解剖出第一套完整的人体器官，和普通人一样，她体内同样有存在心脏、肺、肝、胃等器官。然而这些器官大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萎缩，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由体内能量供应不均衡所导致的。可以推测，在被分尸前，少女体内的
绝大部分能量都供应给了更奇怪的头部。头躯干中的大部分器官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因此出现了不同的度化，能独立从不相比，少女的躯干像是一具被剥夺了自由的空壳。想到这里，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猜想自然地浮现：少女的头部是否早已被某寄生生物占据了呢？这种恐怖的生物取代了人类的头部，寄生在人身上，冒用宿主的身份，悄然潜伏在人类社会中。假设上述的猜想成立，那么第二个问题便会容易解释得多。少女的头部本就是一个独立的生物个体，即便失去躯干，也依旧可以自由搏动。要爬上6层楼高的居民墙，要拥有接近昆虫、蜥蜴和蜗牛般的攀爬能力。结合外墙上那条拖痕来看，这种生物的行动方式与蜗牛或鱼更为接近。蜗牛和阔鱼依靠腹足分泌的特殊粘液产生附着力，再通过肌肉波浪式收缩，在墙面上不断移动。少女的头部能爬上外墙，很可能是类似的原粘液化肥桶里的原料与后院里的泥土混合在一起，在外墙上留下了那道诡异的拖痕。如果这就是真相，那么又回到最初的那个疑问：少女头到底去了哪里？居民楼的屋顶处于监控范围之外，剩下唯一的线索就是外墙上那道拖痕。可不知用了什么手段，那道从外墙延伸到屋顶的拖痕迹在屋顶中央彻底消失了。少女的头部似乎不想让任何人追踪到她的去向，她刻意选了一条无人经过的路线，巧妙地隐藏了后续的踪迹。若要把墙面与各类狭窄通通都算在内，没人能预料她究竟去了何处。即便上述猜想尚未证实，在没有其他线索情下，调查调查也只能顺着这个方向继续。相关人员对少女的家人进行了全面问询与调查，结果却一无所获，包含少女的双亲和妹妹，他们一家都是再普通不过的正常人。对于少女是否存在异样，他们表示没有丝毫察觉。事到如今，少女是否真的被寄生，又是从何时开始被寄生的，依旧无人猜，所以无法推测少女被击中的具体时间。但又另一个直接关于，倘若少女真被寄生了，那她家人为何完全看不出她前后的变化？日常言行或许靠外观模仿做到以假乱真，外貌却很难伪装。也就是说，在家人眼中，少女的样貌举止都如和从前一模一样。如此一来，这种寄生生物恐怕还拥有拟态的能力。自然界中有不少动物改变自身的体色与花纹，以此融入环境。这类能力被统称为视觉拟态，典型代表如竹节虫、变色龙、章鱼。除此之外，还有动物会依靠化学物质与气味进行伪装。部分灰蝶幼虫精准模拟蚂蚁有幼虫的信息素，在工艺嗅来，它们的气味与蚁幼虫完全相同。因此工蚁非但不会攻击这些入侵者，反而会将它们带回蚁巢，像对待自己的幼虫一样细心照料。尽管还无法确定寄生在少女身上的生物究竟使用了哪种，但可以肯定的是，它能悄无声息地扭曲周围人类对其外貌的认知。人类无法分辨这类生物与普通人的区别，或许它们一直潜伏在我们身边。很难想象，进化得如此完善的寄生生物只存在单一个体。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世上还存在着其他同类的生物。他们可能早已不知不觉取代了我们身边的，而我们对此浑然不知。这个在我的爷爷好像也提到过一点点。
一个有少女 A 的线索链已彻底断裂。这种不可思议的寄生生物就是……回到最核心的问题，地球上真的存在这样的生物吗？在这个问题上，警方似乎并未展开更深入的调查，因此接下来内容都是我以个人身份对这起事件的分析。由于没有官方名称，以便起见，以方便歉，我暂时这种仅具有毫不生存的寄生生物取名为无动人。无动人 ，OK。其中无动指的是它们没有躯干，只剩头颅的生物特征，而之所以称之为人，则是因为它们拥有能完美融入人类人为社会的适应力。寄生后，它们不仅在外貌上与我普通人类别无二致，就连行为习惯也与人类毫无差别。无痛人是威胁社会安全的恐怖生物，拥有极高的智商。从少女 A 的案件中不难看出，他们的智商恐怕远超人类平均水平。他们拥有高度发达的大脑，以及比人类更为精密的复杂的器官结构。他们之所以会形成这般奇异的生理态，或许是在进化过程中被迫舍弃了躯体。无动人这一种族或许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进化而来的特殊物种。然而，以我所知，如今的地球上并不存在如此严苛环境，因为我认为无动人很可能是来自其他星球的外星物种。当然，以上一切都只是假设，真相究竟如何，无人能够证实。虽然无动人的存在还只是个猜想，但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对这件事产生了浓厚的好奇心。为了进一步搜集有关无动人的线索，我开始在网上搜索近年发生在中门市周边的事件。首先是去年夏天一段曾在某社交平台爆火的整蛊视频，视频具体出处不明，原博主早注销了账号，如今流传的均为转载版本。拍摄地点在中门市郊外的一处私人别墅，一场年轻人聚会上，有人用手机拍下来了诡异的一幕。视频中2名迟到的聚会参与者向吓同伴一跳，他们从后方悄悄靠近，伸手拍向对方的后背，紧接着出现了极为冲击力的一幕，被拍的同伴瞬间转头，头部扭曲到了一个极其不自然的角度。之所以这是整蛊视频，是因为被整并不非视频里的头伴，而是屏幕前的观众。和大多数同类视频一样，吓人的桥段过后，伴随着一声凄厉的尖叫，被视频戛然而止。这个不是同学会的内容吗？这是要嘘小声点，我要吓他一跳。是要在他背后靠近他吗？超过了我这个脸有点……还一声尖叫。Oh my god！ 所以说还说我不擅长应对人多的场合啊。游戏里到这里就结束了。也许是出于猎奇和恶作剧的心态，这段视频在短时间内被大量转发。当然，绝大多数转发者只是想吓亲朋友一跳，并没把内容当真。其实，在接触少女 A 的案件前，我也曾刷到过这段视频。当时我和大多数人一样，以为这只是用廉价特效做的整蛊视频。可如今再回头看，我不得不重新思考它的真假。先看原视频的出处，如今大部分转载视频的下方都会标注拍摄地点，但从视频画面本身无法直接判断出具体位置，由此推测这个地点应该是在原视频上传时标注的。那么这个地点真的存在吗？如今的互联网上充斥着大量恶作剧视频，靠图像处理或 AI 技术，甚至能做出以假乱真的虚假视频。比如有人会上传多年前化工厂爆炸的视频，谎称是刚发生的，以此骗取流量。为了规避法律风险，这类视频大多会把视频事件背景安在一个毫不相干的地方。所以如果这段视频只是为了恶搞而拍，那标注的地点很可能是虚构的。我在网上用关键词搜索中门市周边的别墅区，最终找到了一家主营团建服务的机构。在其管理的别墅中，有一
套双层别墅的宣传图与视频中的别墅背景完全一致。也就是说，视频里的拍摄地点真实存在，也与拍摄于中门市郊外的说法完全吻合。如果只是单纯为了恶搞，实在让人想不通拍摄者的用意。再来看视频内容，当拍摄者的手拍向同伴后背时，那名同伴的头竟以一个匪夷所思的角度扭向了身后。没错，人类的头绝不可能扭转180度，因此看过视频的人几乎都认定它是伪造的。可换个角度想，如果视频里的男人本就不是人类呢？当无动人寄生在人类身上时，从外表看，外部与身体是一个整体，只不过对无动人而言，身体只是临时的容器，其本体始终是脖颈以上的部分。因此对无动人来说，将头部扭转180度看向身后并非难事。不如说，这种事情无论怎么想，也只有无动人才能做到。这段视频是真的拍到无动人了吗？虽然无人能证实，但这无法被忽视的可能让我对这种生物的好奇心愈发强烈。有时候还是别好奇太多比较好。除了上述线索外，中门市的本地论坛还流传着2则鲜为人知的都市传说。其一，出现在市中心高档公寓里戴着人皮头套的狗。等等，这个不是人面犬的内容吗？那根本不是小卷，也不是只泰迪犬，甚至连狗都算不上。那是一只长着大叔的脸，却有着泰迪犬身体的古怪生物。我之所以能看清它的正脸，是因为它当时站在楼道中转过头盯着我看。卧槽，这什么东西？未不准再追了。其二，这大南门的人脸识别系统时常会捕捉到死者的面孔。这2则传闻都没有确凿证据，前者出自小区业主群的聊天记录，后者则来自 J 大的校园留言板。关于第一则传闻，论坛里流传的是一段群聊截图。这个就跟那个人面群里那个截图一模一样。某天小区业主群里有人问，公寓里是否有人养狗？似乎有不少人在楼道和电梯口等位置发现了疑似狗的粪便。公寓没有禁止养狗，却始终没人出面承认这是自家狗所为。业主们开始讨论是否有人见过狗在楼内随地大小便。就在大家聊到哪户人家养的狗时，一条奇怪的消息突然冒了出来。对了，你们有谁知道那只戴着头套的狗是谁家的吗？什么头套？我们在说谁家的狗在楼道里拉屎？不是，我是问那只戴着很恶心的人皮头套的狗是谁家养的？不知道。那群里其他人有见过吗？咦，那原来是人皮头套吗？我好像也没见过，还以为是自己眼花了。我在消防通道碰到过一次，吓了一大跳。群里有不少人都表示见过那只戴着人皮头套的狗。不过那真的是人头套吗？这么说可能我好像看见他对我做了表情，我也不确定，多半是我看错了。被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那个头套太逼真了，简直跟真的人脸一模一样。这是在小区里闹得沸沸扬扬，物业最终出面处理。他们调取监控，挨户排查，最终锁定了一名独居的中年女人。那么这个就跟人灭举的剧情是一模一样。可当业主和物业人员上门核实情况时，屋内早已人去楼空。物业联系房东后得知，他在租月物未到期的情况下，提前2个月退租了。他为何偏偏在这时搬家？时间点正好卡在业主群讨论狗粪事件后不久。宁可违约也要匆忙搬走，难免让人有联想到那只戴人皮头套的狗。那真的是人皮头套吗？截图里的最后一条消息是一句追问，女人消失后，这个问题再没人能回答，也没人再提起。如今网上流传的只剩下那这段没有下文的聊天记录。暂且不论
传闻真假，其中有一点让我格外在意。假设群里目击者看到的并不是人皮头套，那么他们看到的就是一只长着人头的狗。没错，又是人头。既然无动人能够寄生在人类身上，那他们是否也能寄生在其他动物身上呢？虽说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要选择狗作为宿主，但高等生物的行为本就复杂，这对无动人而言或许并不算稀奇。就像人类有各式各样的癖好，无动人里或许也存在着有着特殊癖好的个体，所以深究他们为何寄生在狗身上是没有意义的。而这则传闻里更值得留意的是与人无动人同住那个女人，她显然知道无动人的存在，又为何会与这种生物生活在一起？对此我有个相对合理的推测，那名中年女性大概也是无动人，这是一例无动人共同生活的案例。比起混在普通人群中生活，多个无动人生活在一起显然更加安全。群居概念呗。换言之，无动人可能与人一样，是一种群居动物。他们可能迫于某种压力，不得不离开原本的推测，来到地球抢占人类的生存资源。这个推测也恰好解释了他们为何在身份即将暴露时立刻搬离了公寓。与少女 A 的暗影一样，无动人始终在极力隐藏自身，悄然潜伏在人类社会中。随着线索不断收集，我不禁开始思考，或许他们的数量远比我们最初想象的要庞大。关于第二则传闻，论坛里有人转载了 J 大校园原版的留言内容。J 大是中本市的一所公办大学，学生们常会在结尾版、校园留言板上发布各类信息，小到寻物启事，大到匿名检举失职教师，各种内容都能在上面看到。留言板上曾有一条实名信息格外引人关注，信息发布是 J 大3年级的一名学生 B.D 控诉学校保卫科为了部门业绩，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自己。校方以夜不归宿、行为不当为由，撤销了 B 的保研资格。保卫科调取了学校南门人脸识别系统的进出记录，系统显示某日凌晨2点50分左右 ，B 男从南门离开校园。由于校外小吃街及周边小巷曾发生过多起安全事故，出于安全考虑，这一大名令禁止学住校学生在0点后离开校园。因此，学校的保卫科便想到了这个简单粗暴的办法。他们计划严惩个别违规的学生，以此警示其他人。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B 始终坚称自己从未在凌晨离开过校园。B 声称当晚一直待在宿舍，从未离开过。可在人脸识别记录的铁证面前 ，B 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校方非但没有撤销处分，反而认定 B 在撒谎。无奈之下 ，B 将自己的遭遇发到了校园留言板上。令人意外的是，与 B 相同遭遇的学生不在少数。上了保卫科不良行为名单的许多学生都坚称自己从未在深夜出过校园。校方的做法引发了大量学生的不满，此事在校内持续发酵，最终校方承诺彻底查监控与系统数据。可校方彻查后，却发现2件匪夷所思的怪事。首先，系统确实记录包括 B 在内的多名学生在深夜离校，人脸识别镜头下的脸也的确是学生本人的面孔。这个结果让 B 等人备受打击，因为他们不一定 B 的自己曾离开过学校。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第二件事，深夜的人脸识别记录里，除了 B 等人的信息，还出现了大量异常数据，其中既有失联数月的人，甚至还有早已因病因事故离世学校学籍被注销的学生。有人认为是人脸识别系统的数据未及时同步，才让已故者的信息仍能过验证。可即便系统留存了本该删除的数据，也无法解释现摄像头为何未拍到这些人的面孔。这种情况显然极为反常，却无人能给出合理解释。最终校方以系统错乱为借口将此事压下，
还拆除了南门的人脸识别系统。但这个说法太过牵强，多数知情学生都无法接受。从那以后 ，J 大的留言板上流传起这样的一则传闻：校园南门是通往黄泉的入口，死者与将死之人的灵魂会在附近徘徊。所以人脸识别系统才会在半深夜拍到已逝之人的面容。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当然不是。黄泉、灵魂本就是抽象概念，世上根本不存在鬼怪、妖魔一类的东西。若从科学角度分析，这一现象背后必然存在合理的解释。无动人能拟态成宿主的模样，骗过身边的人。若是这种形体态还能骗过人脸识别呢？没错，我断定这件事同样与无动人像有关。说到底，人脸识别拍到的不正是无动人吗？他们在深夜离开校园时，拟态成其他学生的面孔，通过了人脸识别，因此保卫科的系统里才会出现大量异常的外出数据。如此看来，这大校内很可能潜伏着大批伪装成人类或教职工的无动人。我一时心绪难平，因为我从未想过这次系竟会与我的母校息息相关啊！无动人聚集在 J 大附近的，真的只是巧合吗？还是说他们另有目的呢？仿佛有一股莫名的力量驱使我去探寻所有事件背后的真相。我再也按捺不住对无动人这个奇妙群体的种种猜想。为进一步搜集线索，我前往 J 大实地走访。时隔数多年，校园与当年相比并无太大变化。路上的学生大多一脸青涩，校园内氛围平和到仿佛一切都只是我的幻想。漫步在校园中，一处充满回忆的地方勾起了我对大学时代的怀念。校区东侧离教学楼不远的地方便是学校的篮球场。当年和班上要好的同学在篮球场上挥洒汗水的场景依旧那在琢磨。在这样的环境里，真潜伏着无动人这种可怕的生物在吗？老实说，即便他们就站在人群中，我也根本无法分辨无动人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存在的呢？当我还是学生时，他们是否早已混进了校园？我探寻真相的信念不由得探寻了一丝动摇。虽说目的是收集线索，我却不方便自称是自媒体从业者。我以校友的身份在校园里和几名路过的校学生攀谈，向他们询问近期校其内及周边是否发生什么奇怪的事，结果却一无所获。有些人失落，无动人真的存在吗？这一切都只是不靠谱的猜想，没有任何实质性依据。或许比起他把新秘密藏在心底，我该试着找个人商量这件事。路过校内的社团活动楼时，入口处一张海报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啊，什么海报？J 大超自然现象研究社将在暑假举办一场名为次元通讯的活动。等等，这个不就是二重生里面的内容吗？今天是大学社团团建的最后一天，再过7个小时大家就要乘动车返程了。阿良看了眼手机，现在确实该睡觉了，可其他4人显然没有散场的意思。2小时前，社团里关系要好的几位朋友聚在阿良的房间，为了打发时间便打起了牌。诚邀非社员的学生参与，活动地点位于中门市西南方向。我怎么感觉那个头要下来了？感觉今天是我以校友身份参加 J 大超自然现象研究社的活动次日。现在已经是了吗？现在是凌晨2点整，我正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明明已经确认过无数遍，可我依旧静不下心来。门后、窗户、衣柜、床底，所有可能的地方我都一一检查过。以防万一，我甚至用毛巾塞住了窗沿。此刻，这个非密闭的房间已经没有任何通风的缝隙了。可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别的原因，我仍时不时感觉到有微风拂过脖颈。不敢轻易入睡，只有坐在电脑前编辑文档，分散注意力，我才能稍稍安心。我几乎每隔30秒就回头查看身后，再向天花板的方向，再往下方，仙恶鬼，
不知为何，从回到房间起，我就觉得脖子凉飕飕的。如果当时没问那些多余的话就好了。我开始后悔非要参加这次活动，后悔自己的好奇心太重。当我听他说晚饭前没回过房间，我就知道大事不妙了。我恨自己当时不敢当场说出真相，我才让事情变成这副样子。又来了这种诡异的感觉，像是后脑勺贴着藏命带，怎么也抓不住。Oh my god， 什么鬼？没有什么东西从我在我背后，我一伸手摸后脑勺，它就立刻滑到背部。我一直拼命告诉自己这只是错觉，可精神不断消耗，我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其实这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道具，如果一只够不到，那就用2只手就好了。没错，只要伸出手就能确认。哦，它没了，它掉下来了。他是男的，我以为他女的呢。搞什么？果然只是我的错觉吗？他不会是那个少女 A 的头吧？我靠，这什么鬼东西？这游戏已经好久没有秃脸了，他这么秃脸来一下。结束了这个故事，下一个故事的话叫做无头孤岛。赞！我听说这个故事是超长的，全篇最长的一个故事了。OK， 又到这边了。